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西语。那看过昨天我们关于这个700K 石墨超导论文的这个解读之后啊，相信大家都跃跃欲试了啊。今天啊，我们就来详细介绍如何动手尝试这个实验。那这个实验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材料便宜，可能不到100块钱，设备简单，就能验证一个诺贝尔级别的发现啊，可能啊。所以这个实验的巧妙之处啊，就在于什么呢？它能利用磁化率差异来实现分离。这个氯化锰啊，在这就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它不是简单的增加磁场强度，而是通过整个溶液环证变成顺磁性，增加这个超导颗粒它的这个就是那种强抗磁性和周围介质的这种磁化率的对比。这就像是在磁性液体中进行分离，而不是在普通水中，就大大增强了分离效果。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氯化锰啊，在水中的溶解度还是比较高的啊，25度的时候，大概100克水是75.4克的氯化锰，所以论文中使用的浓度呢，就是每毫升1克，是接近饱和溶液的所以你配置的时候啊，你需要注意充分溶解可能还需要注意温度可能需要加热或者分次添加。另外一个实验中关键用到的东西呢，就是这个单宁酸，它是作为分散剂来防止石墨的颗粒的团聚，这也很重要因为如果颗粒聚到一起，可能会导致超导颗粒被普通的石墨颗粒给裹挟了，影响分离效果同时呢，单宁酸的存在呢，也显著减缓了颗粒的这个沉降的速度，给了足够的时间让磁场发挥作用。是具有不同磁化率的这个颗粒呢，能够充分的分离，整个分离过程是一个我觉得还是比较精妙的这么一个物理化学平衡的，既要保持颗粒的这种分散性，还要利用磁化率的差异实现定向的运动。实验最后呢，要用这个透析带来分离这个氯化锰就这个透析带就是一种半透膜它可以让小分子物质，比如说氯化锰分子通过。防止大分子或者颗粒，比如说石墨颗粒通过。这个透析带它的这个驱动力是浓度的差。它带内里边是高浓度的氯化锰和石墨颗粒，带外边的是纯水那么氯化锰呢，就会从高浓度向低浓度怎么扩散，对吧？那么在实验中呢，把收集到的样品就是超导颗粒和氯化锰放入到透析带里边，把透析带呢放入去离子水里边。就是你经过这个 RO 就是纯水就是这个反渗透过来那个水，就可以说是去离子水氯化锰呢会逐渐的透过这个透析膜扩散到外部水中，所以你还要定期更换外部水，维持这个浓度差这样的话直到氯化锰呢被完全的置换出去。那这个方法的优点呢是比较温和不会破坏样品，而且呢可以保持颗粒的完整性。关键是什么呢？操作比较简单，而且便宜。但是它的缺点呢也是就是过程太慢这个适合小量的样品。如果你可能需要多次更换这个外边的水这就是为什么论文提到对大量样品你还是用离心法因为透析法虽然温和，但是效率太低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验过程那么这个实验过程呢，就是我们看一下材料准备的清单吧。第一是基础材料，就是石墨粉这个我是上次还有剩余的呢，你可以选择下边任意一种就是这个合成石墨粉高纯度石墨粉备选，或者是从铅笔芯研磨得到的石墨粉都可以。化学试剂呢，就是氯化锰分析纯的单宁酸我建议大家买的时候不要买太大包装的，因为这个毕竟是可能就是一点兴趣，可能做2次你就不想做了可能大家做 LK99的时候家里还有好多存货呢，都用不着了，那玩意儿吃不能吃喝不能喝是吧？再一个就是蒸馏水或者去离子水，这个家里有纯水机的话呢，就纯水机的水，我觉得 RO 反渗透膜出来的水就可以。那实验器材呢，就是比色敏这个50×40×10，这是论文里边的它是塑料材质，咱们网上卖的一般都是玻璃材质吧。再一个就是铝铁硼的强磁铁，它用的是40×40×10，他说表面磁场强度大于0.5T，这个我觉得可能够呛这个现在淘宝上卖的这个肯定是到不了这个强度的这是我大概估计的。另外一个就是透析带
这个透气带的规格啊，也给大家算了一下，就是3500的左右的就可以，因为它不是过滤这个有机分子啊，你想想那个石墨颗粒，它都是微米级的，所以肯定是好过滤的啊。再一个就是一液管或者一次性的吸管其实最简单的，你用那个咱们就是喝牛奶那个塑料管摁住一头，用虹吸作用也可以。再一个就是小烧杯，还有电子秤，电子秤呢要精确到至少0.01克的，这个可能也需要稍微好点的啊。那在这儿我补充一下啊，这个论文里边啊说到用了这个50×40×10的这个比色米是吧？那实际上呢，我们在用的过程中啊，就是我这儿呢，这个尺寸啊是为了，就是论文中是为了匹配它的那个侧壁的这个磁铁就是其实呢，我们可以根据手头现有的材料来调整实验方案。比如我现在有个1386高斯50×25×5毫米的这个永磁体，这个不是510啊，这个是不是1386？我手头这个是586这个高斯，那么就选用50×20×10的这种小型比色米反而更合适，就是你磁铁的这个尺寸和那个比色米的那个侧壁的尺寸大小合适就行。那么这样缩小版的做实验呢，有几个好处，就是说材料用量更少，可以多次尝试，而且比色米和磁铁尺寸比较匹配，确保这磁场效果。另外呢，即使磁场的这个磁铁强度不够呢，可以通过多片叠加来补充这个磁力。另外呢，可以进行多组的平行实验，互相对照。当然，你有和实验一模一样的东西，当然最好了。刚才说这个磁场叠加这个一话题啊，那么对于磁铁的这个强度不够的情况呢，我们可以采用叠加的方式来提升这个磁铁强度。一般啊，磁铁叠加的效果呀，它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呢遵循一个递减的规律比如我手头的这个单片标称526高斯的这个磁铁为例啊，两片叠加大概是1.7到1.8倍，也就是900到950高斯。三片叠加的话呢，大概2.2到2.4倍，大概是1150到1260高斯。四片叠加大概就是2.5到2.8倍，大概就是1300到1470高斯。五片叠加就2.8倍到3.0倍，就是1470到1580高斯。那虽然你继续增加这个片数呢，仍然会提高这个磁场强度，但是效果会越来越小，就是叠加的强度。所以建议叠加3到4片可能是比较合理的。那么按照这个实验要求呢，我可能需要重新买磁铁，因为0.5T 我这还达不到的另外一个呢，就我们看一下这个安全提示这是很关键的，一定要跟大家提个醒的。这里边这个所有的操作你还是要在通风处进行你不要说跑到卫生间里边也不该通风的不行，要戴口罩手套氯化锰是有毒的所以你要避免皮肤的这个接触和吸入。石墨粉呢不用说了，它有污染性脏，你也要注意防护。强磁铁你要远离这个电子设备0.5T 的还是比较强了。再一个，如果你要是小孩上中学的，你还是不要自己乱干要家边上有个家长最好。那么实验步骤我们看一下昨天讲过了。第一就是溶液的配置就是在100毫升的这个去离子水中加入0.2克的单宁酸。你看用量很少的，就是你要买一大瓶的单宁酸，估计你后边你也没法弄了。然后加入0.2克的石墨粉这个，那么再加入呢就是100克的氯化锰，氯化锰量是很大的然后轻轻搅拌至均匀，要避免剧烈的搅拌，别溅出来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要开始分离了。分离装置的搭建要选择一个平整的台面是吧？把比色米呢垂直放置，很关键，垂直放置。永磁体呢紧贴着这个比色米的侧壁，确保磁铁的表面这个外面是干净的、清洁的那这个分离过程呢是这样的把配置好的溶液呢倒入到比色米里边，轻轻的摇匀，静置呢大概12个小时，期间呢避免碰撞和震动。再往后呢就是样品收集，用移液管呢小心吸出上层的清液来，然后用干净的移液管呢收集远离磁铁一侧壁上的那个黑色颗粒，那就是成果。把收集到的颗粒转移到透气袋里边。
然后呢就是样品的清洗了啊。样品清洗的话呢，就是把装有样品的透气袋放到装水的这个去离子水的烧杯里边，2-3小时换一次水，重复6到8次啊，就算清洗完毕了啊。那么这个要点啊，就是做实验过程中观察要点啊，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初始状态的时候，溶液它是呈黑色的均匀的悬浮状啊，不应该有明显的沉淀啊。那么在分离过程中呢，这个大部分颗粒呢会沉底儿，部分颗粒呢会吸附在远离磁体的壁面上。大家记得昨天论文里面说的嘛？大概1.5%到3%吧，可能是这个颗粒的量，按照论文的说法，所以呢，大部分会沉底儿的啊。再一个就是收集阶段呢，这个壁面颗粒上会有均匀的黑色，这些颗粒应该容易被移液管所收集，所以这个收集可能也是个慢工出细活啊。那当然可能遇到的问题呢，昨天我们也讲过啊，一个就是颗粒快速沉降，这个时候呢需要增加单宁酸的用量，让它不团聚，让它分散，确保它充分分散啊。第二个呢就是壁面吸附不明显，这第一个可能就要检查磁铁的这个强度，再一个就是延长静置的时间，再一个就是调整氯化锰的浓度啊。如果样品难以收集的话呢，你要使用更细的这个移液管，多次少量的收集，保持这个耐心。那么在实验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通风，一定要强调这个通风啊，远离你这个吃饭这个食品啊、生活区，不要在餐桌上做，要准备好清水啊、抹布啊这些东西。你像那个石墨黑不溜秋的，你只要是个白色台面，你得清理半天。最后一个关键就是废液的处理啊，所有的废液啊，你不要倒入下水道啊，还是要妥善处理啊。那么在这个实验过程中，你最好录制视频，拍照记录每个步骤，记录啊具体的这个操作参数，以备呢你下一次实验来用。那这个实验过程啊，相比去年大家烧炉子要简单多了，是吧？但虽然简单啊，但是意义重大啊。即使啊，就是说，你无法进行后面这个专业测试，如果你成功的分离出高抗磁性的石墨颗粒来，那本身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种，是吧？科学探索过程啊。最后提醒啊，这是一个科学探索实验啊，结果可能不会很理想，就跟咱们烧2K99一样，全是渣渣。但是科学探索的这个过程本身，它是很有意义的，是吧？如果你有这个任何发现啊，你也做了实验了，欢迎在评论区给大家分享，我们会持续关注这话题。祝大家实验顺利，拜拜。